一直以来，多肉植物都是以肥美、可爱、靓丽多姿的形象呈现给花友。每当看到它那厚实娇嫩的叶片以及优美的株形，心情就会特别舒畅。因此，养殖多肉是我的一大爱好。但是在养殖多肉期间，经常会出现杆子发黑的情况，这大大影响了多肉的正常生长。那么遇到这种情况，应该怎么处理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老翁养花的频道。不久前就有一位肉友碰到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自己的多肉出现黑杆已经快1个月了，但是感觉它还活得很顽强，但是又怕它随时就死掉了。那么多肉出现黑杆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了呢？一起来分析一下吧。黑杆检测方法。养多肉出现了黑杆问题，有时候是日常的一种现象而已，并无大碍。可以通过手捏多肉这一个动作来判断多肉的正常与否。用手指轻轻地捏一下多肉的黑杆部分，如果还是水分比较充足，而且比较硬的话，那就说明没什么大问题。但是如果已经有发软的迹象的话，那就说明多肉的根系已经出现了问题了。当多肉的根系出了问题时，由于吸水吸肥能力已经下降，这样就导致了多肉的杆也受到牵连，这也就很容易形成了黑杆的情况。那么多肉出现了黑杆，有什么办法救治吗？不要着急，在说解决办法前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黑杆子的原因，知道原因对症下药，才能彻底解决问题。多肉植物黑杆子的原因：一、健康的木质化。多肉植物发黑，除了黑腐病以外，还存在着一种正常情况，那就是多肉杆子的木质化。而木质化的杆子虽然成为灰黑色，但是它的质地比较硬，并且叶片饱满有力，整颗植株也处于健康的状态，只是由于土壤长时间的覆盖而变成了形似黑腐的状态。这种情况就不再多说，或者应该要说恭喜你。二、黑腐病。多肉黑腐病主要是真菌感染尖镰刀菌而引起的一种病害，多发生在炎热的夏季，主要是由于浇水过多，外加通风不畅，同时伴有光照不足等多种因素综合所导致。多肉植物黑腐初期一般从杆子中部开始黑化，随着病情的加重，叶片也会逐渐发黑，甚至一碰就掉落，茎杆也会出现干瘪发软的情况，会严重危害到多肉的正常生长。而多肉植物黑腐以后的处理办法需要根据黑腐的程度来决定。若只是叶片开始掉落，可以砍头加以拯救；若是杆子黑化一部分，那么将黑化部分截掉，后期加以养护，也可以让多肉慢慢重焕生机。若是杆子以及根部都彻底黑化，那就只能放弃，重新种植一棵新的多肉。具体可以看以下几种情况：一、叶片开始黑腐掉落。当叶片开始发黑并且脱落以后，其杆子的中上部往往已经变黑发腐，只是杆子黑化初期没有及时发现，后期严重时，通过叶色的变化加以表现而已。当遇到这种情况以后，可以将多肉黑腐的头部砍掉，砍掉之后，若是杆子中部到根系没有变黑，那么后期还可以逐渐成活。二、杆子开始发黑。当杆子开始发黑以后，此时要做的就是观察根部有没有出现变化。若是根部没有黑化，就可以先将黑腐上侧砍掉，然后在黑腐的下端进行砍截，让多肉露出健康的干燥状态。后期加以管理，不但可以拯救，还可能让桩子爆出侧芽。三、根部开始发黑。根部由于一定的隐藏性，一般不会被人发现，等到杆子和叶片出现异常状态以后，才被人发觉。那么在根部开始发黑以后，也要及时进行砍头处理，让多肉杆子露出发白的状态。但是当根部发黑蔓延到叶心位置以后，那么整棵植株基本上已经没有救治的可能性了。其实多肉黑腐以后，若是叶片还处于健康饱满的状态，那么也可以通过叶插的方式进行繁殖。叶插时先将质量较好、干燥的土壤填入到盆器之中，
然后将健康的叶片按照正面朝上、背面向下的方式进行排列，后期做好相应的管理，就能得到一颗新的植株。3. 烟霉病。如果出现多肉变黑的情况，并且不是黑腐病，很有可能患上了烟霉病。烟霉病最初始于叶片后面，叶片后出现褐色斑点或黑色条纹，如果不能及时处理，就会逐渐产生真菌层，最后经变黑。因此，如果在叶子上发现类似情况，就必须及时处理。得了烟霉病，要及时隔离，及时处理花盆里瘪掉的落叶，否则容易产生其他病菌。如果叶子情况已经很严重，要及时清扫，才能节约养分。同时要注意调节水、通风、增加光明。如果情况不严重，基本上可以自我治愈。烟霉病比较严重的话，多菌灵效果比较好，一周撒1次左右，一共撒3-4次就好了。平时预防黑杆子方法：减少浇水。多肉的根部和杆子开始发黑，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水分施加过多，根部难以吸收完全，就会在盆土中积攒下来，导致根部难以正常呼吸，根部就会窒息发黑，紧接着杆子也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发现根部发黑后，需要立即停止浇水，然后将多肉连盆放在通风、阳光好的地方，并且松动土质，促进水分尽快排出去。必要时可以把根部拔出来晾晒。停止施肥。施肥过多也是导致根部和杆子发黑的原因。多肉生长需要一定的肥料，但如果施加过多，会导致烧根。发现施肥过多后，可以浇入一些水，以达到稀释肥料的作用。情况比较严重的话，可以考虑重新换土。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。你遇到的黑杆问题有没有在这里找到答案？如果对你有所帮助，还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给更多的肉友，也欢迎在评论区交流养护经验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